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讲史前月球。据说大约1.5万年前一艘来自于宇宙深处的外星人飞船月亮宇宙飞船呢，突然拐了一个弯而驶进了太阳系，并降临地球附近的轨道，正好呢悬浮在中国西北部地区的上空。而传说中的神降临了地球，这也是中国神话中天崇拜和甲骨文天字的由来。那这个说法是真实发生的，还是空穴来风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神话中的远古月球外星人。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相信很多人都对中国的原始神话有着疑问：天地分离真有其事吗？毁灭人类的大洪水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而十日并出到底有没有可能呢？女娲补天，那补在何处了呢？地球曾经有过文明史吗？有人就认为上古时期的天呢，就是现在的月亮，而月亮呢是一艘宇宙飞船，而人类呢是月亮生物呢利用地球的动物基因组合的产物，人是被月球生物制造出来的。东方远古文明呢属于中介文明，通过大量的考古和神话资料，或许能够解开古老东方文明之谜。有人说神话是人类幼年时期的童话，而古老的神话呢没有条框限制。中国的神话似乎有这样的特点，越是古代的神呢，实际上出现的年代就越晚。比如说黄帝可谓是中国最古最大的一个神，开天辟地，创造万物，创造人类呢都是他。但是关于黄帝的神话形成的时间却相当晚，大约在春秋时期才开始流传。因此呢，神话反映的历史是层垒叠加的历史。事实上，神话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在20世纪呢，德国的考古学家哈因利希·舒里曼就认为神话并非都是虚幻的世界，其中也包含了某些历史的真实事件。他以荷马史诗中所隐含的模糊暗示为唯一线索，在各国寻找传说中的特洛伊城，终于呢就发现了它的废墟。而在这以前呢，学术界却一直认为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城是凭空虚构出来的。另外呢，居住在南美的印第安人呢，至今都流传着这样一则古老的神话：有一个火柱从天而降了下来。然而地质学家却根据这则神话提供的地点，在当地呢找到了一个陨石坑，从而证实了神话的某种真实性。根据苏美尔的泥板文献在大洪水以前呢，曾经存在过埃利德乌、巴布奇比拉、拉拉克、西帕尔、薛尔帕克等5个城市。如果认为关于大洪水的记载和传说都是虚构的，那么也一定会认为这泥板中记载的城市也肯定是假的嘛。但是考古学家恰恰在泥板文书提供的地点上找到了大洪水以前的5个城市中的3个。而中国最早的奴隶社会呢是夏商周3代，这个排列顺序是见于甲骨文。在中国的上古神话传说中呢，不仅有大禹治水传位于夏启，建立了夏王朝的记载，而且还有简狄吞食玄鸟卵生出商族祖先的传说。但是长期以来呢，历史学界对于以上的记载呢都抱有怀疑的态度，都认为呢夏商2代很可能不是真实的朝代，而是古人传说中的理想社会。从20世纪30年代起呢，大规模的考古挖掘就证实了上古记载的神话传说是真实可靠的。从大量出土的文物中呢，人们不但确认了商朝的存在，同时也找到了夏文化层，再一次就证明了神话记载呢是不容忽视的。而中国的上古时期没有对神字做具体的解释，但以另外一个假借字申来表示。在甲骨文中，申字被写作成像一个闪电形状，这就表明呢，古人在造字的时候把神与天上的闪电、火光之类的东西相联系，与印欧语系中的这个神的语根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取出原始神话中的神的几个特点：天空、闪电、神，而把它们联系起来呢，就是神驾驭着一道闪电从天而降。最具有代表性的表述呢，就是旧约马可福音里面的记载。耶稣说呢，人子从云中而来，带着巨大的力量和光耀。这很容易就使我们联想到正在降落的宇宙飞船。神来自于天空的思想呢，还表现在世界各地的民族的宗教仪式上。中国最古老的宗教形式呢，要算天地崇拜，其最高的仪式呢，就是泰山祭天。那为什么非要去泰山祭天呢？泰山祭天呢，是取其行高敬天之意。这个意思呢，从古时就有了。不但中国如此呢，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民族的祭坛呢，都是平地起高，必在高处举火以祭。像产生于公元前600多年的古波斯仙教呢。此外呢，世界不少的民族在祭神时呢，不但要在高台上呢，而且还必须使用火。像美洲的一些印第安部落，每祭呢都必须有火。在众神之车的作者丹尼肯呢，在罗列了许多证据之后，
直截了当的就提出了上帝是个宇航员的观点。他就认为呢，在远古时期有一批高智慧的外星人驾驭着宇宙飞船就来到地球。原始的地球人呢，被飞船推进的系统以及巨大的闪光和轰鸣声所震撼，而把他们就称为了神，编入了神话之中，也保留在了雕刻和壁画之内。这就是神的起源了。通过对神话的系统分析认为呢，当神来到地球上的时候呢，地球根本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人，只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动物，而是神创造了人。当神与创造出来的人相处一段时间之后，神就离开了。神的话呢，是对这段记忆的记载，而这个推论呢，符合全人类神话的一贯性。那讲到这里呢，或许就能够推测出中国神话中隐藏的一个秘密了。中国民间呢，最有影响的古代宗教呢，就是天崇拜。而这个天又是什么呢？原来中国神话中的天呢，和甲骨文中的天与现代我们认为的天根本都不是一回事，因为那是一个有形有体的天，它就是现代天空中我们所看到的月亮。而甲骨文中的天呢，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头顶上像星星一样的一个圆形的物体，它就是天。也就是说呢，古代的天的概念与我们现在的天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一个无形的虚天，而是一个有形有物的物质天，它的形状是圆形的。此外呢，在埃及的万神殿的壁画里呢，埃及诸神的头顶上也都有一个球形的或者是手持的圆球。而埃及诸神的造型呢，本意与中国甲骨文相同，诸神来自于天，故头顶上的圆形就是天之意。古代人的天呢，就是指人们头顶上像星星和太阳一样的圆形物体，它离我们很近很近，近的仿佛呢一伸手就能够摸得着一样。这就是从神话和古文字里得出的必然推论。那近年来呢，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阴山的狼山段就发现了大批的岩画，这些岩画的历史悠久，从古朴的技法来看呢，应该是原始社会时期其中一幅呢就刻着一个人，双脚呈环形，两臂上举，双手合十，头顶上就有一个圆形的图像，正在礼拜。当时的研究者认为这个环形物呢，很有可能就是古人称之为的那个天，它是一颗悬浮在我们头顶上的巨大星体。因此呢，这幅岩画就是地地道道的天崇拜的图像的表示了。由神话和古文字以及岩画来推论呢，我们可以脑洞大开的想象一下，事情大约是这个样子的。在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颗巨大的星球天体它来到了地球很近很近的上空，古人将它称之为天，并按照当时具体的情形呢，发明了天这个古文字。由于这个天与当时人们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嘛，所以大家就把它当成神来崇拜，从而就出现了中国古代来历不明、违背常理的宗教信仰天崇拜。后来在某一件事情之下呢，这个被称为天的星球呢，又远离了我们而去。既然远古时代的天是一颗临近地球的巨大星球，那么它究竟是哪一颗天体呢？它现在是否还在太阳系之中呢？这里要提到一个古老的瑶族传说了。在远古时代呢，天上只有太阳和星星，却看不见月亮。那个时候的夜空呢，漆黑如墨。每当夜晚降临呢，大地上就被恐惧所笼罩，人们和其他的动物一样都躲进自己的巢穴。有一天晚上呢，天空就突然出现了一个热烘烘的七零八角的大山一样的东西，它不圆不方，像一块巨大的石头，放射着毒热的光芒。瑶族人的这则传说呢，就是月亮的由来。而月亮是在某一天突然出现在地球上空的，当时已经有了人类了。瑶族的这则传说到底有几分可信度呢？总之大家可以肯定的是它是近距离观察月球的结果。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有能力将月球从38.44万公里处拉近100倍的话，那个时候站在地球上看月球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用肉眼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月亮上各种各样的环形山、山脉、山谷、平原等等。而且在这个距离上呢，月亮的山脉是向外突出的，这难道不就是传说中的七零八角的描述吗？再试想一下，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能感觉到月亮是个球体吗？当然不能嘛，因为月亮的直径是3476公里，它太巨大了。有谁站在地平线上可以感觉到地球是个圆形的球体呢？所以传说中不圆不方的描述是十分准确的。因此瑶族的这则古老的传说我们认为是有很大真实性。否则在没有现代仪器的古代，这种想象是不可能出现的。结合对甲骨文天字的解释，就可以推测瑶族的这则传说与中国古代神话古文字所反映的是同一个内容。那天呢，是一个有形有体的星球，天就是月亮。那想象一下，突然有一天我们的头顶上出现了一个直径3476公里大小的天体，它遮住了天空和星辰，
那大地当时一片昏暗。由于这个被称为天的星体离地球太近了，不论从哪里望呢，它总是与大地相接，这与中国乃至是世界天地不分的神话是何等的吻合。谁能够想象得到，在看似平淡无奇的中国神话里，竟然隐藏着一个如此巨大的秘密呢？事实上，中国神话中的秘密也远不止于此。我们现在确确实实知道月亮的存在，是在有文字记载以后的事情，而文字产生于地球大约有6000年的时间。那么在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天上有月亮吗？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古代有关于月亮神话的记载。古代人对自然现象的感受比我们是强烈很多的，他们每天都对着天空观察，以判定明天是下雨还是刮风。假如月亮是一直都有的话，那么古人的感受要远远超过现代人，他们会将这种感受以神话的形式传给后人。然而事实呢，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管你相不相信呢，中国古代的神话中有大量太阳的记载，却很少有月亮的记载。即使有呢，出现的时期也已经很晚很晚。用神话确定时代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中国的神话是被零零散散记录下来的，而且其中有大量后人添加的成分。但是呢，我们用神话中诸神的神迹还是可以排列出哪些神话在前，哪些神话在后。比如说顺序应该是盘古、女娲、伏羲、祝融、共工、炎帝、黄帝、蚩尤等，这算是中国最早期的神了。先让我们看一看各类神话中有关于月亮的记载情况。女娲的神话里涉及2件事情，一个是捏土造人，一个是补天，没有月亮的记载。即使是女娲神话的拓展中也没有月亮的记载。而黄帝的神话就比较乱，内容很庞杂，主要有造人造器物、大战蚩尤居昆仑之山和诸神等等，也未见与月亮有什么关系。而伏羲神话很古老，而且流传的地区也很广大，不但中原有，西南少数民族也有。伏羲神话主干有造人、演八卦、大洪水、斗雷公等，也不见月亮的记载。蚩尤的神话稍多一些，但主要涉及与黄帝的一场战争。那在这些神话中，同样也都不见有月亮的记载。炎帝的神话也不少，主要有与同父异母的兄弟黄帝的战争，炎帝为灶神等，也同样没有谈论到月亮。那上古的古神之中，唯有盘古和颛顼2位神在他们的神话中与月亮有关。但仔细分析之后呢，都是似是而非之间。在盘古的神话中呢，五运历年中记载呢，盘古死后左眼为日，右眼为月。我们认为这本身不是盘古神话中的内容，这是后来人们加上去的。而五运历年记中成书是比较晚的，当时的佛教已经传入了中国，它很有可能就是受到佛教的影响。比如摩登伽经说自在天以头为天，足为地，目为日月，这2个说法在行文上都差不多。倒是五运历年记的另一条记载比较符合中国神话的结构。盘古之君，龙头蛇神，吹为风雨，虚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但这里并没有说到月亮，只是解释了黑暗光明的由来。而这则记载的源头呢，在《山海经·海外北经》里面，经文里面就说烛阴视为昼，冥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可见呢，在盘古原始的神话里根本就没有月亮的记载。月亮之说呢，是从视为昼，冥为夜中演化出来的。而颛顼的神话里本身也没有月亮，但是在其拓展神话里有月亮的痕迹。在《山海经·大荒西经》里有一段记载呢，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书也，无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2足反属于头山，名曰虚。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离，帝令重献上天，令离呢穷下地。神话的意思是说有一个神居住在日月之山，掌管着日月星辰的运营，而这个耶呢，乃是颛顼的曾孙。从时序上来看呢，这则神话中月亮的记载出现也很晚，应该是不属于颛顼的神话，而月亮呢是在天地分离之后出现的。由此可见，上古神话中没有月亮的记载，那是为什么呢？那只能认为呢，在大洪水之前天上根本就没有叫月亮的东西，否则呢，在神话中就不会不加以表现嘛。那中国有关于月亮的记载呢，最早是出现在帝俊的神话之中。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就说呢，帝俊妻长息，生月时有2，此始喻之。而帝俊呢，是殷商民族神话中的人物，仅《山海经》的《大荒西经》就有零星的记载。除此之外呢，任何古籍再无记载。从帝俊身后记的记载来看呢，
帝俊的神话已经相当晚了，近乎文字发明的时期了，根本就不能与盘古、女娲的神话相提并论。再说呢，帝俊之妻常羲实际上就是嫦娥，很明显，它综合了嫦娥的神话。那么嫦娥是什么时代的神呢？这条线索比较明显。天地分离之后，天上出现了10个太阳，然后才有了后羿射日以及嫦娥奔月之说嘛。可见月亮神话呢，在中国整个神话系列中出现的时期是很晚的，大约是在天地分离、大洪水之后呢，才有了关于月亮的记载。不但是中国的上古文献和神话中没有月亮的记载，世界许多民族的神话里同样也没有月亮的记载。在瑶族古老的传说呢，告诉我们现在的月亮呢是在人类的某个时段突然出现的。可是不要忘记人类的历史呢只有几十万年，而人类的记忆史呢不过几万年。在哥伦比亚的印第安人的部落里呢，也有一则类似的传说，里面就说在远古的时候呢，天上没有月亮，人类一到晚上呢都很害怕。有一位酋长呢就决定牺牲自己给大家带来光明，于是他就站在高高的山顶上向空中飞去，越飞越高，最后就变成了月亮。现在生活在非洲南部的布曼族的神话也证明在远古的时候呢，天空中根本没有月亮。在希腊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呢，曾经就存在一个叫阿尔卡迪亚的古老国家。根据当地人传说呢，阿尔卡迪亚人在大洪水之前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忧虑和悲伤。当时因为只有太阳，没有月亮，而月亮呢是大洪水以后才出现的。以上的这些人类最古老的传说和记载呢，都说明上古时期是没有月亮的。那确切的说呢，是在现在的月亮的轨道上根本就看不到月亮。当时，那么在这以前，月球究竟是躲在哪儿呢？如果对神话有足够了解的话，一定会产生一种联想，那就是上古神话中也有月亮，只是呢当时它不叫月亮，而是叫做天。后来这个天呢，在某件事情下离开了地球，越升越高，终于就到达了现在的位置，人们就给它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月亮。那么月亮与人类的神话和生命又有什么关联呢？在月球的背后又是否有人在操纵着它呢？之后呢，宇哥还会继续的深挖讲解。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